嗨，我是俏。我曾经在台湾担任6年的自营交易员，算一算时间，我也离开交易室6年了。那这段期间，我也改变了自己的投资方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改变了什么。我觉得在荷兰生活跟台湾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时差。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已经来到了欧洲，生活在欧洲的时差，那荷兰跟台湾其实是相差6到7个小时的，所以等于台湾开盘的时候，荷兰可能才半夜2、3点。一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设定闹钟，然后以为自己还在台湾交易一样，有时候一交易可能就交易到了早上，我还要去上课，那一整天忙下来，我发现自己的体力其实是吃不消的。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醒了，我发现以前的投资的方式套用在现在在欧洲的生活其实是不可行的。像以前在台湾那样盯盘还有密集做交易的方式，已经完全融入不了我现在在欧洲的生活。以前在机构做交易的时候，基本上你有整个系统跟环境去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你上班接触同事，下班你可能还会跟同业一起出去。但现在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的散户，如果我没有去调整我的投资策略，等于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我在欧洲的生活，甚至连健康都会赔掉。就像很多人说的，健康是1，其他都是0。如果今天没有1，后面再多的0都没有用。所以我做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转移投资的重心。既然我的肉身在欧洲，我就顺应当地的时差，我开始慢慢的把重心从台湾转移到欧美股市。我研究欧美的交易所，然后去看有没有什么适合长期投资的工具。如果我知道我有同业的朋友要来欧洲玩，我都会问他们说，那你来欧洲还有在看盘吗？他们说不可能，看不了。所以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才能把精力跟时间释放出来，然后慢慢的延伸出我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第二点呢，我想要聊聊分散风险。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从个股转移到大盘。我本来是认为把所有的钱放在股市其实是最完美的策略，那种获利翻倍的速度其实会让人家上瘾。这6年让我体会到的是精力还有时间的现实。我发现作为散户，你根本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你有整个团队跟资源去让你把一个个股研究到极致。如果这时候我还去重压在个股上，那其实不是投资了，那就是盲目的赌博。所以我一刚开始的时候选择把风险分散，从个股转移到 ETF， 像是指数型的商品，标普500的 ETF 等等。我觉得像这样的被动型的 ETF 最大的优势是系统会主动的帮你去筛选掉那些体质不好的公司。比如说以前的柯达，它曾经也是标普500的成分股，但在它破产的前2年，它被剔除掉成分股了，原因是它一直以来都亏损，体质变得不好。如果今天你持有这档个股的话，你其实会跟这间公司破产一样一起归零。如果今天你购买的是标普500，系统在柯达破产的前2年就已经自动的把它剔除了，所以等于你是不会直接的曝险在它破产的这件事情上。除了个股转向 ETF 之外，那我也把买房这件事情当成资产配置的一个部分。如果今天你可以贷款，其实房贷的逻辑也是开杠杆。对于也是住在荷兰的朋友，其实对比像台北市那样非常高的房价，我觉得在荷兰买房算是一个比较不算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其实可以做到100%贷款的，撇除掉你需要用现金支付的费用那一些。所以在荷兰买房的游戏规则跟台湾有点不一样。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把资产转向买房的这件事情有点像是在帮你的资产做一个水库的概念。我们今天可以把现金想象成水库就是可以把水聚集起来然后管理的工具。
比如说你今天股市大赚，你有一些钱了，你打算投资在房产，那这样可以保证你不会因为报复性消费就把你赚到的钱全部花掉，因为其实资产变现没有像股票或现金一样来的那么容易。那如果当市场比较不好的时候，其实这个房产就会变成你的避风港，不管世界再怎么动，我的房子在那边，它不会动。所以以我自己当交易员的经验，如果你没有帮自己建立这个水库，你在股市赚来的再多钱，我觉得最后都会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花去哪里。它有可能是你在开很大的杠杆然后赔掉，或者是你赚了钱之后消费到其他地方去。再来第3点是不去追求利润极大化。我曾经有损益波动很大过，但只要你用简单的数学，你就可以发现那些你曾经赔掉的钱，其实你不是只要花一样的力气去赚回来就好，而是你要花好几倍的力气才能赚回你赔掉的那些钱。很简单的是，假如你今天有1块钱赔掉 50%， 你剩下 0.5， 你不是只要再赚回 50% 而已，而是要再赚回 100%， 所以那就会是很大的一个落差。过去我还蛮喜欢追求杠杆的，所以损益波动非常的大。虽然最后也许你就真的达成你的 TP， 但其实花下的成本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低。比如说你会睡不着觉，然后你的心情会跟着盘面的起伏有波动，那些对我来说都是成本。我们来算一下，从我当散户的第1天开始，资产的基数就是1块钱。如果我可以每年赚 8% 好了，听起来没有很多对吧？6年下来我的复利有 1.58 元。但假设因为中间波动很大，我不小心有1年赔了 30%， 那6年下来我的资产跟稳定复利来比较的话，是直接少掉了 35%。 其实这个差距比想象中大得多。但大家知道吗？我去拉了过去这6年的 K 线，从2020年的7月开始，标普500是在3105点，到了2020年的6月，标普500是涨到了7499点。你知道这6年标普500的年化报酬率是多少吗？是 15.82%。 你的资产会从6年前的1元涨到现在的 2.4 亿元。这还是你在2020年7月的时候把一笔钱投进去，这段期间你完全没有打开看盘软体，在今年的6月你的资产就翻了 2.4 倍，更别说你在这6年期间都有稳定的定期定额，这样就真的不止 2.4 倍了。所以我觉得实际的操作就是你去大规模的分散风险和减少使用杠杆。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不是跟第2点一样吗？不是已经讲了要分散风险？对，但这边提到的分散不是只是单单的分散掉个股的风险，而是进一步的做到分散产业的风险。因为被动型的 ETF 不是只有追踪大盘的，它还有公用事业类股，或是建筑指数，也有债券的指数。当我们把资金转到更多元化的产业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波动度降到最低，确保自己在极端的情况下你都能活着，留在市场上享受长期的复利。接下来第4点是让投资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想要倡导的生活理财。以前在机构工作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达成绩效，因为那是我工作的任务，我必须用所有的精力去完成它。但回到散户的身份之后，我对于人生的优先顺序有不一样的体悟。我发现人生有很多可以去做、可以体验的事情，像是旅行啊、念书等等。我自己实现生活理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投资自己到国外去看看。你自己其实是你人生中最核心也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如果你现在也有梦想，你也有能力去做到的话，我会强烈推荐你就当做投资自己一把，去看看你会达成什么，或是体悟出什么。因为在股市的数字可能会一直的波动，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经验还有体会，
它是一辈子会跟着你的，没有人可以带走。在投资自己之后，再来是去改掉一直操作资产的这个习惯，而是选择去拥有资产。老实说，以前我根本没有什么定期定额的概念，也没有存钱的习惯。如果拿以前的我去听现在的我讲的话，我肯定会有点翻白眼，然后会回说，我的薪水都拿去缴卡费了，我到底还要存什么钱？反正股市的钱杠杆开下去翻好几倍不是更快吗？但我现在认为已经在池子里的钱是我的资产，定期定额投资也是我的资产，我拥有它就行了，真的不需要每次都开杠杆或是频繁的进出才叫投资。这种心态上的放手，其实我得到了蛮多自由的。现在的我可以因为去旅行，然后我可能忘记打开看盘软体也没有关系，甚至常常我等到美股收盘了我才想到，然后我就打开看盘软体看个收盘价就睡觉了。因为我知道我建立的这个机制其实都在背后默默的帮我运作，我不用花那么多的心力也没有关系。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开始做投资，我觉得也不用担心，你随时可以在每个当下或是看完我这支影片之后就开始做你的第一次投资，甚至你也可以把那些让你睡不着的个股给出清掉。投资永远不嫌晚，最重要的是你下定决心的那一刻。最后第5点，我想要聊聊开心最重要这件事情，就是如何去拥抱你应有的富足配得感。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明明我在股市上赚了很多钱，可是我还是会去比价哪一家卫生纸比较便宜，或是最近工作很累，想要去吃个大餐，可是却还在纠结说我会不会太奢侈。我并不是想要叫大家把赚来的钱都拿去花掉，而是希望大家去拥抱当你的财富增值的时候带来的财富效果，让你的生活品质配得上你现在资产的水位，这样才会形成一个正向的财富循环。当你打从心底感受到自己值得这样的富足的时候，你才能真的拥有它。我说的是一种心理上面的富足。你可以不追求最新的 iPhone 或者是精品包、名牌表，但当你在做日常生活的决定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的因为一味的想省钱而拒绝你对自己的投资？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时间价值的概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为了想买一个东西，我上网到处比价，然后花了1个上午的时间，最后省下来的钱也不过是一餐的餐费。这时候你就要去算这笔账，如果你1小时的产值或是休息的价值都远大于那一餐的餐费，那我会强烈的建议你关掉网页，不要再比价了。因为这4个小时你可能可以优先的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让你快乐的事情。我把这点放在最后，其实我自己也还在学习中，偶尔我也会很难的说服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在荷兰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煮饭，然后我也是一个很懒也没有什么厨艺的人，像是很常下班之后想要外食，也许这个礼拜已经2次外食了，在第3次我就会去考虑说，我真的要这么奢侈吗？但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就算每天都外食，我也不会破产，对吧？所以我觉得投资其实是去享受那些可以随性做决定的自由，而不是只是让我们成为拥有数字的人。